进入2024年以来，你肯定也被各种 AI 产品的推陈出新弄得有点焦虑啊。这一讲我们轻松点，来借着 OpenAI 聊聊商业八卦。我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 X 上看这个帖子，名叫我作为 OpenAI 技术人员的典型一天。发帖子的是 OpenAI 的一个华人研究员，名叫 Jason Wei。他发了一张自己在工作日的时间表，看了一眼发现这个工作强度不比中国互联网圈的996小。这张日程表里还透露了不少硅谷 AI 圈的文化，我来给你念一念啊，边念边解释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作为 OpenAI 技术员工的典型一天：上午9点起床，你还起得挺晚是吧？但你得听一下他最后几点睡的。上午9点半，乘坐 Waymo 前往 Mission SF， 途中在 Tarty 买一个鳄梨吐司。啊，这边的 Mission SF 就是 OpenAI 所在的区域。Tarty 呢是当地一家挺著名的面包店。鳄梨就是牛油果，你知道了。它因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程序员们心目中是一种长得很有技术含量的健康食材。上午9点45，朗读 OpenAI 宪章，向优化之神祈祷，学习苦涩的教训。这个向优化之神祈祷啊，是硅谷程序员的一个梗，就类似于中国程序员拜雍正啊，因为雍正是4个，专治8个，而8个又是 bug 的谐音。拜优化之神和拜雍正都是他们在祈祷自己接下来一天经手的代码不要出错，工作顺利。至于 OpenAI 宪章和苦涩的教训，也是硅谷 AI 界两个很著名的典故，我们后面要专门展开讲。上午10点开始 Google Meet 会议，探讨如何在更多的数据上训练更大的模型。上午11点编写代码，致力于在更多数据上训练尺度更大的模型，和另外一个同事配合。12点食堂享用午餐（括号纯素且无麸质）。啊，你看这个健康追求跟早餐的鳄梨吐司给呼应上了。下午1点真正开始在大量数据上训练大型模型。那你看上午10点开会讨论，11点写代码，到了下午1点才开始真正训练。下午2点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括号自问为何我要从 master 分支拉代码呢？啊，肯定拉来了不好用的东西。下午3点监控模型训练进度，同时和 Sora 玩耍。下午4点对刚训练好的大型模型进行提示工程处理。啊，这3项都是在工作。好，到了下午4点半了，短暂休息，坐在鳄梨形状的椅子上，好奇 Gemini Archer 的性能如何。他说的 Gemini Archer 是 Google 家的多模态大模型产品，也就是 OpenAI 的竞品。你看 OpenAI 虽然遥遥领先，但对对手的窥视欲望也还是很强烈的。下午5点思考模型可能的算法改进。下午5点05最终决定修改算法风险过高，最安全的策略还是增加计算力和数据规模。啊，你看这花了5分钟就决定放弃改进算法，转向继续堆算力和堆数据了。啊，他这个决定也对应了 OpenAI 的核心价值观和前面提过的苦涩的教训，我们后面再单讲。下午6点晚餐时间，和 Room 一起享用蛤蜊浓汤。那 Room 可不是他的同事，而是一个北美流行的音乐管理和流媒体的服务，可以把用户的 CD 啊、MP3 音乐文件啊，以及他在线音乐平台上买的数字音乐内容都导到一起来管理和播放。晚上7点回家。你看在公司吃完饭然后回家，有点感受到硅谷科技公司的国企风了。晚上8点喝点葡萄酒，继续编码，鲍尔默峰值即将到来。哎，你看回家还得继续工作啊，公司给提供一顿晚餐，然后让他回家，确实也不亏。那什么是鲍尔默峰值呢？啊，鲍尔默指的是微软的前 CEO 史蒂夫·鲍尔默。所谓鲍尔默峰值，指的是鲍尔默在早年的演讲里指出过的一类现象。他说，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和热情会经历一个高潮期，在这个高潮期，人们会极为乐观，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当时鲍尔默是用这个概念来形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那么这位程序员在这里是用这个词儿来指自己工作嗨了，产生了胜利幻觉。为什么说它产生胜利幻觉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日程啊，晚上9点分析实验结果。我对 WAMP 既爱又恨。WAMP 全称叫 Weights and Biases， 也是硅谷一种比较流行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实验跟踪工具。杰森·魏说自己对它又爱又恨，显然是爱它的性能强悍，恨呢是恨它指出了自己的错误，打破了自己之前的鲍尔默峰值，让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成果没有那么顺利如意。再往下，晚上10点安排实验在夜间运行，期待明早查看结果。凌晨1点实验真正开始运行。那10点到1点中间这3个小时干嘛去了呢？没说。凌晨1点15睡觉时间。Satya 和 Jason 在上，亚索才是关键，晚安。哎，你看这句话，
凌晨1点15才睡觉，到9点起床也不到8个小时。他提到的 Satya 和 Jason 在上，听起来很莫名其妙是吧？其实也很简单 ，Satya 是微软现任的 CEO， 代表了 AI 产业的资本金主。Jason 呢，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代表的是 AI 产业的算力金主。Jason 是在睡前祈祷，请这2位大金主保佑。这种睡前祈祷词也的确很 AI 了。如果你刚好也是大厂的程序员，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请你也整理整理，发在留言区，让我们看看。从 OpenAI 这位研究员的帖子，我们可以跳到另外2个梗，他们正好也反映了当前 AI 产业的某一些研发哲学。一个就是他提到的 OpenAI 宪章。这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词儿而是真正被 OpenAI 放在官方网站的几个明确的原则。OpenAI 说，这份宪章能够确保公司在研发通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始终以人类的最佳利益为行动准则，而不是让 AGI 伤害人类。这份宪章要求 OpenAI 的使命是确保 AGI 能够惠及全人类。这样的 AGI 不一定非要是 OpenAI 亲自开发出来的如果 OpenAI 的工作帮别人实现了这个目标，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在这个使命约束之下， OpenAI 承诺遵守几个原则。第一叫广泛分布的利益，也就是 OpenAI 开发 AGI 要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不能让它的权力过于集中或者伤害人类。第二呢，不在业内搞军备竞赛，业内要是谁先做出了安全的 AGI， OpenAI 就停止竞争。不过我们插一句， OpenAI 自从拿了微软的巨额投资之后再说这句话，就听起来有点不可信了。山姆·奥特曼最近还放风要融资7万亿美元，虽然是去做芯片，但肯给他投钱的股东也不会容许 OpenAI 中途停战的。别家做得好你就不干了，想得美。第三， OpenAI 必须保持在 AI 能力的前沿，这是因为有专业度才能够判断市场上出现的 AI 产品到底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你看这句把前面兜回来了。别家做出了好东西，我们就可以不干了，但是我们得最厉害，我们才能判断别家的东西好不好。那既然我们最厉害，那最好的 AGI 没有理由不是我们家做出来的吧？你看，完美的逻辑闭环了。第四，积极合作，共同应对 AGI 的全球挑战。OpenAI 说自己致力于提供帮助社会走向 AGI 公共产品，就比如当下的 GPT、Sora。不过，随着安全和安全问题的增加， OpenAI 传统的研究成果发布将减少，也就是未来不会动不动丢一个大模型，动不动丢一个大模型了，而分享安全政策和标准研究的重要性将增加。这话可能是在说 OpenAI 未来可能要转型成一个标准委员会和审查机构。好，讲完 OpenAI 宪章，我们再看苦涩的教训。苦涩的教训又是什么呢？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人物里奇·萨顿在19年写了一篇博客文章的题目，里面总结了2个苦涩的教训。这篇文章在 AI 界影响深远，它的大意是说，纵观过去70年的 AI 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在长期里用堆砌算力而不是优化算法来驱动 AI 进化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且优势巨大。比如历史上 AI 深蓝击败了人类国际象棋冠军，语音 AI 能够绕开单词和音素去自己学会语音识别，它们都不是基于人类总结的规律方法去完成的突破，而是去用海量算力来便利海量数据，用暴力拆解来找到的答案。什么是暴力拆解就类似于拼魔方，把每一块都拆下来，重新拼成一个色彩整齐的完整的六面体。萨顿说，人类研究员想要把人类自己总结的方法技巧交给 AI， 这在短期似乎能够帮助 AI 成长，但长期看，这些来自人类的方法技巧反而可能会阻碍 AI 找到更适合它自己的方法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萨顿从 AI 产业发展历程里总结出来的苦涩教训具体有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堆算力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呢，人的心智也极其复杂，人类试图找到简单方法来概括心智的形成逻辑，这是不对的，应该把复杂还原为复杂，让 AI 基于算力自己去参悟。在当时，萨顿这篇博客发出来之后，在 AI 行业引发了巨大的讨论，有不少人认同，也有不少人反对。比如说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就写了一篇更好的教训来反驳他，说萨顿举例子的时候只看到了 AI 的蛮力计算，但是忽略了背后人类的聪明才智。比方说 AI 领域非常依赖的卷积神经网络等等技术架构，不就是人类想出来的吗？布鲁克斯还说，萨顿主张让 AI 用巨大的算力去学习一切，这迂腐到了极致，而且会把计算成本堆高好几个数量级。这个反对者布鲁克斯自己的主张是，想要在 AI 领域成功，必要的条件是有化学家、生物学家这样的人类领域专家，还要有算法专家，还要有强大算力的专用设备，这3者缺一不可，而不是只有第3个馒头就行了。虽然当年的反对声音也很强烈，但萨顿的主张还是影响深远，也影响了今天的 OpenAI。
所以 Jason Wei 在自己的日程表里说，每天都要学习苦涩的教训，等于是把算力当作基本信仰来吸烟课费了啊！也因为这样，他在下午5点思考模型算法改进的时候，只想了5分钟就决定不去折腾算法了，还是靠增加算力和数据规模来解决问题。暴力拆解啊，削平魔方干嘛呢？还是把它拆了重装简单。算力信仰还不是 Jason Wei 一个人的 ，OpenAI 的核心价值观里也有一个单独的关键词，就是规模。OpenAI 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相信，无论是在我们的模型、系统、自身、流程和我们的雄心当中，规模都具有魔力。但凡我们有什么疑问，我们就扩大规模。什么规模？当然是算力和数据的规模。好，这一讲我们通过几个商业八卦来感知了一下当前硅谷人工智能领域对算力的信仰程度。它能够帮我们理解为什么英伟达的股价能从上次我们聊它时的 1.3 万亿冲到了现在的2万亿美元以上，也能帮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追赶 AI 的底气。接下来我打算用2讲的时间来跟你聊一聊过去2-3年让我印象深刻的中国的各种囤粮囤货的动作，其中就包括了算力和支撑算力的能源层面的攒加点动作。那么重算力轻算法会成为 AI 行业里的压倒性价值观吗？这也未必，这正好又给重视算法的公司留出了差异化的赛道。比如我们讲过了法国初创公司 Mistral 就用另外一种思路也打动了微软。我每找一个机会跟你聊一聊中国最受人瞩目的大模型创业公司月之暗面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再见。